大家好啊，我是魏之超。今天要为你深度解读的是一本刚刚出版不久的新书，叫做《AI 自动化与战争》，副标题是军工技术复合体的兴起。说到 AI 和战争啊，你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我猜大概率是这样的：一个像《终结者》里的 T800那样的杀人机器人在战场的废墟上巡逻，自主决定杀掉哪个目标。往天上看，天上是遮天蔽日的无人机蜂群；往地上看，地上是无人操控的自动化坦克。AI 接管了战争的指挥权，就像是《终结者》里的那个 AI 天网那样，用冷冰冰的算法决定什么时候开战，决定向谁开火。类似《终结者》里的 AI 天网这样的印象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其实不光普通人这么想，顶级专家也在非常严肃地发出这方面的警告。比如说，神经网络之父辛顿就说过 ，AI 有10%的概率在20年内毁灭人类。基辛格在他去世前2年就专门出过一本书，里面讨论了 AI 接管核武器的末日场景有多可怕。最近这方面最轰动的新闻呢，就是 Anthropic 公司因为反对把自家的 AI 用于全自动武器，跟美国国防部撕破了脸。但是有一位军事社会学家安东尼金，也就是今天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这种看法其实完全错了。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访谈了126位来自于美军、英军、以色列军方和科技公司的内部人士。他深入研究了乌克兰和加沙战场的真实的情况之后得出了一个很让人意外的结论。他说，那些军事大国们真金白银去研究部署的，压根就不是让 AI 代替人类去做决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那么 AI 在真实的战场上到底在做什么呢？2022年5月1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秘密地前往前线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村庄进行视察。那个地点非常隐蔽，但就在他到达的那一天，乌克兰炮火就非常精准地炸中了那一个指挥所。一名少将和大约20多名军官当场阵亡，格拉西莫夫自己也被弹片击中大腿。而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这背后就是 AI。但是这个 AI 不是在自己决定要发起这次进攻去杀人，他做的是类似于一个超级情报官的工作。他吞噬了海量的开源情报，他整合了截获的手机通信、卫星图像，他以人类不可能达到的速度把各种碎片拼成了一张非常精确的猎杀地图。真实战场上的 AI 根本就不是终结者里的天网，而是天眼，是一双看穿了一切的眼睛。这才是 AI 在今天的战场上真正的角色，不是终结者，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情报机器。而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情报机器，不是某一个军官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够跑起来的。它的运转高度依赖于一个近些年来高速崛起的全新的军民融合体系，那就是书名副标题里的军工技术复合体。我们一般人谈 AI 与战争，看到的是水面之上的东西，比如说 AI 怎么样分析卫星图像，为导弹提供坐标。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同样重要的是水面之下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体系正在彻底地改造军事大国技术研发与军民合作的范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本书揭示了一个怎样出人意料的军事 AI 真相。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终结者幻觉是站不住脚的，而真实的军事 AI 在战场上又做了什么，以及这个军工技术复合体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我们先把那个终结者的幻想放一放，从现实开始说起。我们先来说一说 AI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情报机器这样一个功能是怎样登上战场改变战争形态的呢？这得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那就是军方为什么需要 AI 呢？答案并不是为了造什么杀人机器人，而是因为军方快被天文数字级别的数据给淹死了。2017年，美军在阿富汗突袭了一个基地组织的据点，这一次行动就产生了40TB 的数据。如果其中哪怕只有1/4是视频，那就需要一个人连续不眠不休地看208天才能够看完，而这只是一次行动而已。美军在阿富汗部署了一套叫做蛇发女妖之瞳的无人机全域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对整个城镇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那么理论上呢，情报分析员就可以从一辆汽车炸弹爆炸的地点沿着视频一路倒查，最终找到炸弹最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但问题是，没有人看得完这些视频。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杰克·沙纳汉将军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灾难性的成功，我们前所未有的成功的从更多来源收集到了更多的情报，但问题是分析员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信息，他们完全被数据给淹没了。于是呢，在沙纳汉将军的主持之下，美军就开启了里程碑的 AI 军事项目，叫做梅文计划。梅文计划的目标非常的具体，那就是训练 AI 算法来自动识别无人机视频里的人员和车辆。结果项目组8个月之内就交付了成果，最终它能够识别38类目标，它被部署到了打击 ISIS 的战场上。但是梅文计划也暴露了军事 AI 的真实面貌，它很强大，但是也非常的脆弱。算法必须在真实的环境中不断的微调。第一次部署的时候，技术团队在8天之内就更新了6次，换了一个新地方，这里灌木多了一点，那里动物不一样了，光线改变了， AI 的表现就会大幅下降。沙拉汉将军自己说，梅文计划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也许就是发现了必须持续迭代算法这件事情本身。梅文计划让美军尝到了甜头， AI 不是能够替代你做决定，但是它能够在人类根本看不过来的数据海洋里帮你把关键的信息给捞出来。而这个思路很快就扩展到了更多的领域，比如说作战规划。英国陆军开发了一套叫做微世界的 AI 系统，专门用来处理军事规划里那些非常繁琐但是很关键的数据分析工作。最成功的一次应用是在2021年的一场北约演习里，让 AI 来做行军路线规划。传统的做法呢，是参谋军官对着地图一条一条路线的分析，路宽多少啊，有没有桥梁限制啊，哪些路段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啊，这通常都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够完成。而微世界这个 AI 只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同样的工作，而且比人工分析更加全面，信息量多出 81%， 质量高出 91%。据说有一位在场的高级军官看到演示效果之后，真的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他感叹说，如果当年他当参谋的时候有这个工具，不知道能够省多少个通宵。但真正让今天这种天眼型的军事 AI 展现出惊人威力的，还是在目标定位这个领域。这里我们就要把目光转向以色列了。以色列面对的情报环境非常特殊，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任务长期集中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这些地方区域不大，但是数据极其密集。因为过去这几十年来，以色列在这些地区部署了层层叠叠的传感器网络，有卫星、雷达、无人机、摄像头，再加上开源情报，数据量用以色列军官的话来说，是在某些领域达到了 PB 级别。PB 就是100万个 GB 啊，人力是完全跟不上的。2021年，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发动了城墙卫士行动。在这次行动里以色列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了一个叫做福音的 AI 目标生成系统。福音是什么呢？简单说，它就是一个被训练来分析海量数据的机器学习程序，它能够自动融合来自不同传感器的情报，然后生成打击目标。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福音带来的改变可以说是非常的吓人。以色列国防军前参谋长科哈维说过一组数字，过去20名参谋军官一年能够生成50到100个打击目标，但是福音这个系统启动之后一天就能够生成100个，一天就顶过去的一整年。福音这个 AI 把以色列的目标生成能力提升了超过3万个百分点。福音不只是快，而且是精准到令人发毛。在城墙卫士行动里，以色列锁定了哈马斯东拉法旅的旅长穆罕默德·巴瓦博，他们打算轰炸他藏身的那个房子，但是 AI 立马警报，房子外面有平民正躲在一棵棕榈树下。于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辛贝特立即直接打电话给巴瓦博的邻居，用阿拉伯语警告他们，你们在棕榈树下靠近那个房子，赶快离开，一枚1吨重的炸弹马上就要到了。这才是今天的军事 AI 真正的运作方式。AI 不做决定，不按下发射按钮，但它让指挥官能够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它可以精确到一棵树、一个房间。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福音被进一步升级，又加入了第2套 AI 系统薰衣草。如果说福音负责的是定位哈马斯的设施和指挥所，那么薰衣草就是专门追踪个人的。它综合了卫星图像、无人机视频和手机信息来锁定哈马斯成员。薰衣草识别出了37000名武装人员，效率也是非常的恐怖。
但是薰衣草也暴露出了这种天眼一样的 AI 的阴暗面。它生成目标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以至于以色列参谋军官都来不及逐一核实。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军官审核一个目标的时间只有20秒，20秒只够确认这个人是男是女。结果就是，如果确认他是男性，打击就被批准。战争头35天里，以色列打击了15000个目标，平均每天428个。天眼能够看到一切，但是当人类来不及消化他看到的东西的时候，精确就有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盲目。现在我们把关注点转回到乌克兰，回到我们今天开头的那个场景，俄罗斯的格拉西莫夫将军是怎么样被精确命中的呢？乌克兰战场是军事 AI 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实战检验。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和他的盟友面对的是一片数据的洪流。有乌克兰平民拍下的俄军装甲车的照片，他们会把这些照片上传到政府开发的专用 APP 上。还有俄罗斯士兵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天上有密密麻麻的卫星不断的扫描，地面上有截获的手机通话和无线电信号。这些海量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张杂乱到极点，但是也蕴含着超高价值的数据网。要把这张网里的碎片拼成一个精确的打击坐标，靠人力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就是 AI 的用武之地。在乌克兰境外的美军指挥部里， AI 系统融合了开源情报、加密通信和卫星图像自动识别模式，标定目标。格拉西莫夫就是这样被锁定的。这样的成功案例还有不少。2022年12月31日，乌克兰对马基耶夫卡的一座俄军新兵兵营发动了精确打击，击毙了大约600名俄军新兵，靠的也是这套系统。这次打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军士兵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照片，而 AI 在海量的开源数据中精确地截获了这些照片，完成了地理定位。一位曾经参与过针对 ISIS 的摩苏尔战役的美军参谋军官说，他完全无法理解乌克兰战场上的打击速度。他说，在摩苏尔定位一个目标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在这里从发现俄军到发射海马斯火箭弹简直快得不可思议。这就是今天这种天眼型 AI 真正的威力。它不杀人，但是它让杀伤变得无比精确、无比迅速。它不做决策，但它为决策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那说到这里呢，下一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那就是这样的一套划时代的情报系统到底是怎么样建立起来，怎么样维护和运转的呢？答案是它来自于一种全新的军事系统组织形式——军事科技复合体，依赖它来研发，也依赖它来使用和维护。军事科技复合体的出现是军事 AI 水面之下的部分，但是它的革命性意义丝毫不亚于 AI 的军事能力本身。那为什么军方内部不能够自己独立的建造这样的 AI 情报系统呢？为什么他们非得借助这种组织革新呢？答案很简单，钱不够，人也不够。作者安东尼金在书里列了一组数字，2023年美国五角大楼在 AI 研发上的实际投入大约是11亿美元，而同一年谷歌在研发上投入了454亿美元，亚马逊投了586亿美元，Meta 投了384亿。美国5家科技巨头的年均研发投入是453亿美元，五角大楼的 AI 研发经费只是他们的零头而已。英国、以色列、北约各国情况都差不多。资金差距只是一方面，更加关键的是人才。全世界最顶尖的 AI 研究者想去的地方是谷歌，是 OpenAI， 而不是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硅谷的程序员起薪就是20-30万美元一年，工作环境是非常时髦又非常舒服的科技园区。军方在人才市场上根本就竞争不过。所以结论很清楚，军方想用 AI 就必须依赖科技公司，不是说可以跟他们合作，而是没有他们根本就不行。只有科技公司拥有开发和运行军事 AI 所需要的数据、算力、资金和人才。这个现实就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关系，不是传统的军火商卖武器给军队那种买卖关系，而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直接走进了作战指挥部，和军人一起工作。那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生长出来的呢？这1-2年大红大紫的大数据分析公司派兰提尔这家公司的发家史就是最好的案例。派兰提尔最早的起源其实跟军事完全没有关系，
它是来自于一个线上支付的反欺诈问题。1990年代末，彼得蒂尔创办了 PayPal， 公司很快就面临非常严重的欺诈威胁。2000年 PayPal 每年因为欺诈就损失超过1000万美元，而 PayPal 那个时候每分钟要处理几十万笔交易，是不可能靠人工一笔一笔审核的。于是彼得蒂尔的合伙人马克斯列夫琴就组织了一个数学家团队，写了一套算法来自动识别可疑交易。但是骗子很快就摸清了算法的规律，他们就换了一个套路，纯粹的算法检测就失灵了。但有意思的是，骗子能够骗过算法，却很难骗过人。于是呢，列夫琴就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他让算法去负责标记可疑交易，而让人类来做最终的判断。这样一套人机互补的系统被命名为伊格尔 Eagle， 是以一个经常骗 PayPal 的俄罗斯骗子的名字来命名的，很黑色幽默。结果伊格尔大获成功，帮助 PayPal 实现了首次季度盈利。彼得蒂尔从伊格尔 Eagle 身上学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点，那就是计算机是人类的互补，而不是替代品。人类非常擅长在复杂情况下制定计划和做决定，但是不擅长处理海量数据，而计算机恰好相反。2011年911事件之后，彼得蒂尔意识到 PayPal 的反欺诈逻辑实际上可以用于反恐，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在海量的数据里找出隐藏的恶意模式。于是呢，在2003年，他就创办了 Palantir。但是 Palantir 打入军方的过程非常艰难。传统的军火商是靠雇佣那些退役将军，利用他们的人脉来敲开五角大楼的门的。但是 Palantir 没有这些资源，于是呢，彼得蒂尔就用了一套在 PayPal 时代发明的策略，那就是不做广告，直接找到一线用户，免费让他们试用，让产品自己说话，就是地推加免费试用的策略。2009年 Palantir 开始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美军部队直接推销软件。一位叫做哈里特纳尔的上校成了关键人物。特纳尔上校是一个在战场上中过枪的伞兵指挥官，作风非常强硬。他让 Palantir 为他指挥的旅定制软件，好让基层士兵能够在笔记本电脑上离线访问情报数据库。Palantir 免费提供了这个服务，建立起了第一波口碑。2010年，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买下了 Palantir 的软件，用于阿富汗行动。特种部队在美军里享有一种光环效应，他们用的东西，常规部队很快就会跟着模仿。而与此同时呢，驻阿富汗联军情报主管迈克尔·弗林少将也看中了 Palantir 的能力。结果就是，尽管陆军高层一直抵制，但是 Palantir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从基层渗透进了美军的军事体系里。到了2019年，他就赢得了陆军8亿美元的情报系统合同，算是转正了。在打击 ISIS 的战役里， Palantir 开发出了真正成熟的产品歌坛和原星座。歌坛这个软件的功能，用一位使用者的话来说，就是它可以把组织到的各种数据流，包括各种视频流，转化成一个可以被快速精确利用的统一整体。歌坛帮助美军绘制出了 ISIS 领导层的关系网络和可能的位置，而原星座这个软件负责整合卫星数据，为歌坛提供信息输入。然后就到了乌克兰战争。这个时候 Palantir 的角色发生了一个质变，它不再只是一个软件供应商了，而是直接参与到了作战行动里。为了让 AI 的情报能力真正能够运转起来，美军负责战场情报工作的第18空降军的指挥官多纳修中将做了一件在传统军队里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从硅谷请来了一个叫做贾里德·萨默斯的科技高管，任命他为军级指挥部的首席技术官。萨默斯之前是埃森克美孚的首席技术官和首席数据官，在他的协调之下，大量的 Palantir 的平民技术人员被部署进了军事指挥部，和那些参谋军官们并肩工作。结果就是在美军最核心的军事指挥部里，居然到处都是穿便装的平民在走来走去。因为这些平民技术人员不能只在后方写好软件，然后交给军方使用。Palantir 的一位高管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必须尽可能靠近实际环境，你需要了解约束条件是什么，需要快速迭代交付更新，你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发你的软件。算法必须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数据的更新而不断地调整。那这就意味着程序员和军官必须每天密切合作，共同解决具体的作战问题。
这就是军工技术复合体的核心含义。不是 AI 在自己作战，也不是机器在和人组队，而是一群来自科技公司的平民专家和一群职业军人，他们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团队。他们在同一个指挥部里为同一个任务工作。很多评论家喜欢说人机协作这个词，好像 AI 是团队的一个成员，把 AI 给拟人化了。但是安东尼金说，这是一个误导性的说法。AI 不会定义任务，不会决定工作流程。真正在协作的是人和人，是穿军装的人和穿便装的人。AI 只是他们手里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这才是水面之下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不是机器取代了人，而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组织形态出现了。科技公司不再只是卖产品给军队，不是只是这样一个供应商而已，他们已经成了军事行动本身的一部分。而这个变革带来了一些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后果。第一个反直觉的后果是 AI 并没有让战争变得更快，反而是让战争变慢了。很多人以为 AI 时代的战争应该是闪电战，精确打击，快速决胜，干净利落。但是乌克兰战场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情况。巴赫穆特战役是最好的例子。2022年8月，俄军开始强攻乌克兰小镇巴赫穆特，战斗持续了整整8个月。乌克兰守军把巴赫穆特变成了一座堡垒，而俄军是一栋楼一栋楼的争夺。在城外，双方挖掘了战壕、地堡和掩体，双方居然在这里打起了战壕战。这个场面像极了战壕遍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些军迷嘲笑过，说俄乌是菜鸡互啄，愣是把一场21世纪的战争打出了一战的水平。2023年5月，巴赫穆特最终陷落的时候，经济学人也是直接把这场战役跟一战里非常著名的凡尔登战役相比。虽然伤亡人数更少，但是巴赫穆特的战斗比凡尔登还多出了4个月。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细节，那就是就在这些士兵们在泥泞的战壕里相互搏杀的同时，双方都在充分地利用最尖端的技术 AI、数据、无人机、卫星。每一天，巴赫穆特的上空都有几十架无人机在飞行，双方都在用电子战相互干扰信号，都在通过数字化的指挥系统来协调部队。这是一场在 AI 的加持之下的一战堑壕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诡异的局面呢？安东尼金的解释是，正是因为双方都能通过 AI 和传感器网络精确地看到对方，所以谁都很难移动而不被发现。精确打击能力越强，机动就越危险。结果就不是闪电战，而是僵持。双方等于是相互否定了对方的机动能力，于是战线就凝固了。每一次单独的打击确实是更快更准了，但是战争的整体节奏反而变慢了。所以那些设想 AI 让战争变得迅速干脆的人完全是搞反了。AI 时代的战争更有可能是持久的、阵地化的、消耗性的，而不是靠各种精准打击快速的分出胜负。然后呢，就是军事科技复合体介入战争之后第二个让人出人意料的后果了。而这个后果让很多人更加不安，那就是当你把战争的关键能力交给私人公司，那你同时也就把战略决策权的一部分交了出去。这不是理论，它已经发生了。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埃隆·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系统就迅速成为乌克兰的生命线。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在推特上公开呼吁马斯克提供帮助。2天之后，500个星链终端就被送到了乌克兰。马斯克还跟泽连斯基进行了视频通话。到了7月份，星链就已经提供了15000个终端。乌克兰的战场管理系统 Delta 就是完全依赖星链运行的。有一位乌克兰军官直接说，如果没有星链的话，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但是到了2022年9月，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根据埃萨克森的《马斯克传》的记载，乌克兰当时计划用装满炸弹的无人水面艇对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军舰发动突袭。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私下警告马斯克说，攻击克里米亚是红线，可能会引发核战争。马斯克被这个前景吓到了，他赶紧和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还向安东诺夫保证，星链只会用于防御目的。但最终呢，马斯克还是决定切断了乌克兰在克里米亚方向的星链接入。结果乌克兰的突袭计划就立即流产了。
马斯克甚至直接给费多罗夫发消息，劝告他说：“趁你还占上风的时候，寻求和平吧。”这件事让五角大楼彻底震惊了。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公开批评说：“如果我们要在作战中依赖商业系统，那我们就必须得到他们可用的保证，否则他们在和平时期是一种便利和节省，但在战时就不是我们能够依靠的东西了。”但问题在于，这些科技公司本来就不是国家的代理人，他们是独立的行为者。马斯克并没有义务去支持乌克兰的战争，可一旦他提供了支持，他就不可避免地获得了影响政策的能力。在围绕克里米亚突袭的这个争论里，马斯克与美国、乌克兰、俄罗斯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在直接沟通。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泽连斯基、拜登、米利、安东诺夫都不得不承认马斯克的权力和影响力。安东尼金说 ，AI 并没有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把战略给自动化了，但他做了一件同样深刻的事，他把战略给政治化了。私人科技公司现在也参与到了战略博弈里。军工技术复合体的崛起，实质上是国家防务策略的一种准私有化。国家的防务策略现在居然不是完全由国家说了算了。安东尼金说，这是从19世纪东印度公司的时代以来从来都没有过的局面。这就是现实世界里 AI 是怎样改变战争的。最后我们从现实走到幻想，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画面，为什么作者在这本书里说终结者式的 AI 战争是种幻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这一代 AI 的能力边界在哪里。今天的 AI 无论是 ChatGPT、AlphaGo 还是军用算法，底层都是同一套逻辑，那就是在海量数据上训练模型，让模型学会识别数据中的模式。当训练数据足够庞大、足够可靠的时候， AI 在这个数据集所涵盖的问题范畴之内，就会展现出远超人类的模式识别能力。AlphaGo 击败世界围棋冠军， AI 能够预测蛋白质的折叠结构， AI 能够识别癌症影像，这些成就都是真实的，原因也都一样，那就是训练数据高度可靠，问题本身的结构相对稳定。但是这枚硬币有另外一面，一旦真实的环境超出了训练数据的涵盖范畴，那么 AI 的判断就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而且它自己并不知道自己错了。而战争恰恰是真实环境最容易偏离训练数据的场景。战场瞬息万变每一场战斗都可能会出现模型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态势，而且敌人会主动欺骗你，他们会伪装部队的位置，释放虚假信号，他们会污染你的数据源。模型当然可以实时的迭代修正，但是战争的后果不允许试错。一个推荐算法如果出偏差了，那最多是推荐一本你不想看的书嘛。但是战场上如果出现了同样的偏差，那可能就意味着一枚炸弹落在了平民的公寓上。所以没有任何负责任的决策者愿意把生死攸关的决定交给一个随时有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出错，而且出了错自己都不知道的系统。AI 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顶级情报官，但它绝对不是决策者。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我们假设有一天 AI 能够克服数据质量的问题，军事决策也远远不只是处理数据。一个战场指挥官需要做什么？他需要理解政治领导人下达的目标，判断哪些行动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他要和盟友谈判协调，要说服，要安抚，有的时候甚至要强压不同意见的下属。他要揣摩敌人的意图，不是从数据中推算出来的概率，而是对一个活生生的有野心、有恐惧的对手的判断。他要权衡一次行动的道德代价和文化影响，他要激励自己的士兵去战斗，去面对死亡。这些需要的是领导力，而不是算力。这一代 AI 连战术层面的决策权都不可能被交付，那就更别提这种难度还要大上不知道多少个数量级的战略决策和政治决策了。这个层面目前的 AI 连边都没有摸到。对于这种情况，军方内部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安东尼金在书里仔细梳理了美国、英国和北约近些年来发布的 AI 军事战略文件，这些文件是决定着真金白银的预算分配和未来10年左右的军事建设方向的。钱比什么都诚实，结果非常耐人寻味在所有这些决定技术方向和预算的文件里， AI 的首要角色都不是自主作战，而是处理数据。
美国2021年发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AI 报告说得非常的明白。这份报告说 ，AI 将革新情报工作，机器将筛选海量数据，定位关键信息，融合不同来源的数据集，为分析师和决策者提供支持。英国和以色列的 AI 战略也是同样的思路。所以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 AI 到底在怎样改变战争呢？答案不是终结者，不是天网，而是天眼。AI 掀起的是情报革命，它能够吞噬海量数据，以人类不可能达到的速度来聚合情报，锁定目标。天眼已经在深刻地重塑战争的面貌。但是天眼不是凭空运转的，为了让它工作，硅谷的程序员坐进了作战指挥部，科技公司成了军事行动的参与者。这个军事科技复合体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战场上的权力结构。所以呢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发动战争，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真正值得追问的是 ，AI 这双天眼，谁有权使用它，谁能够关闭它 ？AI 没有取代人，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在被它重新定义。好，这本 AI 自动化与战争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了。